孩子為什麼生病了？我們捲生捲死，我們所承載的病態、社會結構的巨大的一個擠壓，那種壓力全部給了孩子，孩子在替我們受苦。這個書的封面，它是砸破一堵牆，可能是社會之牆、教育之牆。這一本書的這堵牆是怎麼形成的？我是梁紅，最近寫了一本新書叫《要有光》，關於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。一些數據讓你覺得很意外的，比如10%幾的抑鬱力。青春时期的最光滑的時刻，我们是疲倦的，沒有任何的創造力。我們的教育，我們作為家長，都在讓我們的孩子喪失生命力，活人危死，就是這樣的狀態。在中國的家長的心理深處，很難會承認我的孩子出現了情緒問題，因為我們把這個事情看得太重了。你是個精神病人，家長能發現這個孩子生病了，就首先就是早上不起床了，門也敲不開了。我們家長才不得不去看見。敏敏他才16歲，休學3年嘛，在講他怎麼自殺的時候，他是非常克制的，他依然記得只吃了89粒。他說，如果我的父親走進來看見這個遺書了，那可能我就不自殺了。他不是真的想我不活了，還是希望得到關注的。在中国這樣一個廣大的土地上，生活的層面比較多，儘管孩子們都是抑鬱，但背後的原因卻是不一樣的。精神高知的家庭恨不得幾乎24小時貼着孩子，但是這反而造成一個最大的盲點，就是我們看不見孩子，你的孩子都快窒息了。恐弱可能是精英家庭的一個普遍的現象，尤其是對海淀区的一個家長來說，大部分是經過一個苦讀奮鬥，最終有一定的社會地位，他們對孩子要求是非常高的。他覺得我是為你好，其實他自己是無知的。但是單線卻完全不一樣。花臂少年，你看到生命的荒涼，爺爺姑姑他爸爸都在外面打工。13歲他奶奶就去世了，他身邊沒有人，他沒有得到過愛。幾十年來的中国的農民的一個生存方式，在出門打工的漫長的幾十年過程中，我們犧牲了一代孩子。很多鄉村少年都有刺青，鄉村少年的一種特殊的文化，是一種傷痛的象徵，但同時它意味着我進入了這樣一個群體裡邊呢，是一種被接納的感受。我不太喜歡用原生家庭這個詞語呢，把我們的創傷給縮小化了。我們的創傷是一個歷史性的創傷，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慣性之中，文化的慣性，思維的慣性。兩代人面臨的一個問題完全不一樣。我們那代，我從農村考上了中專，我考上大專、本科、碩士、博士，你的道路是非常清晰的，努力一定能改變命運。現在我們那一套的經驗它是相對失效的，他們一出生就沒有為這個吃穿奮鬥，他們可能會思考一些更抽象的問題。我為什麼要這樣活着？他越重視自我意識，跟他刷題的狀態，跟他考試上越衝突。每天在重複這樣無意義的事情，所以你一定得站在孩子的角度來看他到底在經受什麼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會被成功學困惑的。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對生活的想象越來越狹窄了，把這個成功界定的太高了。比如上海的家長覺得考上211就是失敗的，每個人在這個機制之下都是失敗者。一個大學畢業生花了4、5年時間考公務員，難道就沒有別的選擇的可能性嗎？安貧樂道它不是次一等的生活，人類活着它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事情，我們來體驗風，體驗雨，體驗人與人交往的那種痛苦或者喜悅。但是今天我們好像這東西都不感興趣了。很多孩子是不必要走到吃藥啊、休學啊這一步的。社會大的機制可能很難改變，但家庭內部我們是最可行動的。曾經有一個老師說，高3的學生也可以9點以前放學，家長要求把時間延長到10點半，家長會說我沒有辦法，社會太捲了。你的孩子已經撐不下去了，為什麼不反省一下自己的問題呢？我們要意識到這堵牆的存在。我們確實在思維上得改變自己的這種認知。生命本身的韌性非常了不起，它是向往光的。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稍微動那麼一動，就有鬆動的可能。我是希望有一種光亮照射到我們的孩子身上。